啊！痛苦的叫声响起。困我千万年了，不要再困住我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萧炎沐尘在一旁惊心动魄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中更是充满了疑惑。从这只庞大生物的口中得知，这生物似乎是被困在这里的囚兽，而且已经被困此处千万年之久。这生物居然是被困在这血海之中的。要知道，这庞大生物全盛时期的实力乃是超脱大道之上的存在，至少也是一位堪比造化主神的恐怖实力。然而，就算是这样，拥有堪比造化主神实力的他都被困在这里千万年，而且似乎他对血海深处的东西感到十分的惧怕，不禁想知道那血海深处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强大的存在都将其重创。即使他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，他仍然要选择不屈不挠的挣扎逃离此处呢。血海中那只庞大的生物怒吼声回荡天际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心惊胆战。他的身体在血水中翻腾，试图摆脱无形的束缚，然而那股无形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，让他肯定无法逃脱。虽说刚刚他们与这庞大的生物决战的一场，当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佩。这只生物的勇气和坚韧让他们感到一丝震撼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，他仍然没有放弃，继续挣扎，尝试逃离此处。血海中的生物怒吼声越来越响，他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但仍然没有打破无形的束缚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血海之上，空间如织布般被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撕扯，裂开一道漆黑的口子。黑暗中，数道身披黑色衣袍的人影如同幽灵般凭空显现，他们步伐沉稳，每一步都似乎踏在了时间的鼓点上，引得四周的空气都为之震颤。那些黑色衣袍的身影在那撕裂的空间中无声飘扬，衣摆如同挥舞的旗帜，张扬着他们的自信与独特的力量。随着这些黑色衣袍身影的出现，周围的空间居然开始重塑，仿佛世界初开时的混沌再度上演。四周环境在扭曲中变化，光影交错，空间折叠，形成一个个奇异的几何图案。血海也似被这股力量所震慑，波涛也渐渐平息，海面上浮现出一层薄薄的冰霜，反射着幽蓝色的光芒。在场的所有人只感觉心头一紧，仿佛被无形的锁链束缚，呼吸都变得艰难。这些身影是他们抬头望向那些黑衣身影时，眼中满是震惊之色，因为那些黑衣身影的气息如同深渊一般深邃，压迫感铺天盖地，让人几乎忘记了如何呼吸。这些黑色衣袍的身影目光扫过众人，如同寒光掠过，让人心底生寒。他们站立那虚空之上，就如同黑暗中的君王，主宰着这片空间的命运，任谁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身上有一股足以颠覆常理、改写规则的强大玄奥的力量。在这一刻，血海都似乎安静了下来，空间中弥漫的不仅是血腥味，更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神圣威严。他们的出现不仅仅让周围的空间环境发生了改变，更是这个世界的规则都迎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世界的规则。然而在那撕裂的空间之中，还有一位真正的大人物，他一步踏出，身影带着无数道影子出现而又消失。轰！突然间，一股空灵而带着无尽恐怖的气息开始在这片天地空间中弥漫开来。他如同一只无形的手，将这片天地虚空紧紧握在掌心，让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颤抖站立。这一刻，哪怕是那些最顽强的物质，也不得不臣服于这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能量之下。这股能量的气息越来越强烈，让原本世界的规则开始扭曲，仿佛即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哈哈哈！突然，一道不属于这片凝天地的笑声划破了沉寂，如同石破天惊，震荡了万古长空。在听到这道狂笑声后，众人猛地抬起头，只见那上空处出现了数道一袭漆黑神袍加身的身影，如夜幕般铺展在他们的头顶之上。为首的那道漆黑身影仅仅只是站在那里，就散发出一股令人震惊可怕的力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瞬间撕裂了四周的空间。空间的扭曲如同水面被投下巨石，荡漾起层层波纹。同时间，众人感到自己体内的神力在这股力量面前竟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，一时间竟然不受自身的控制。我们体内的神力居然想要脱离控制。三大主母等人的心中震惊，他们体内的神力仿佛被这股可怕的能量所操控，每一个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。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解与恐惧，这样的力量超越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先天沐尘他们抬头仰望那道身影时，只见对方如同黑暗中的主宰，眼中闪烁着冷漠而又高傲的神光。这股恐怖的气息，他们是先天神族的神灵。萧炎沐尘内心激荡，在这股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他们的大道神力都不受控制的想要脱离体内，但还是被硬生生的压制而下。但是除了他们之外，大道之下的三大主母小荣与寒吞吞几人就没有那么要控制了。而且盘龙前辈正在疗伤，此刻受到先天神族的神灵影响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在这关键时刻，
萧炎和沐尘二人的身影闪现到众人的身边，催动炎之一道和元始之道的玄妙力量凝聚出一股大道防御，将先天神族的神灵气势给抵挡下来。神圣的黑衣身影，他每一步似乎都能引动天地共鸣。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，最后将目光看向挣扎的那个庞大生物之上。哈哈哈，没想好那个东西就藏在这血海之下。随着一道笑声从那道黑衣神秘身影的身上传出，紧接着一股无形的造化规则之法，宛如大海浪涛一样的气势汹涌澎湃，化为先天神光，席卷下方整片血海。沐尘、萧炎以及众人凝望着面前被造化之法笼罩的血海，血海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，开始变得异常的波涛汹涌，万丈浪潮仿佛有生命般翻腾。然而在这场造化之法的笼罩下，血海中的规则似乎被重新编绘，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为之凝固。接着令人无法置信的一幕发生了，浩瀚血海之水开始迅速蒸发，化作一片片血红色的血气，随风飘散，消散于空气中。众人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奇景，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震惊，他们的心跳如鼓槌般急促敲打，仿佛要跳出胸膛，对着超乎想象的场景做出了反应。他们的脸色惊骇不已，双眼瞪大，站在原地，双足仿佛被大地牢牢吸住，既无法前进，也难以后退。一瞬间就将这片浩瀚的血海给蒸发不见了。萧炎、沐尘的声音中微微的震动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叹。他们见证了这一刻，也感受到了造化规则之法重塑的玄奥威能。随着浩瀚血海被蒸发殆尽，那庞大生物的身躯失去了支撑，如一颗陨落的星辰急速坠落，其体积在空气中扭曲拉长，发出刺耳的破空之声。它的坠落仿佛要将地面都震裂，那10万米深的地表即将迎来一场毁灭性的撞击。轰！10万米深的血海谷底一片混沌，尘土飞扬，仿若无垠的沙漠在瞬间被狂风席卷，遮蔽了天日。庞大生物的坠落仿佛是一记惊雷，巨大的沟壑硬生生地被砸裂开来，那庞大生物也感到无尽的痛苦。本就有着重伤的生物，此刻的他简直伤上加伤，一股有着隐隐古老的神族气息从他濒临消失的生命中溢散出来。啊！他的咆哮声在空旷的谷底回荡，悲壮而凄凉，那是对生命最后一丝渴望的呼喊，是对无尽岁月蹉跎的哀鸣。随着这最后一声悲鸣的消散，他沉入了永恒的寂静。这生物上的气息有些熟悉，好像是来自应龙神族。身披漆黑神袍的身影凝视着这一幕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之色。漆黑的长袍随风轻轻摇曳，仿佛与四周的尘埃同为一体，他的存在像是这片混乱之中的唯一秩序。黑神仙灵王大人，难道这生物是应龙神族的神灵？另一位黑衣身影站在他身旁，眉头紧锁，不解的神情中带着一抹震惊。应龙神族乃是和他们先天神族一样，都是7大神族之一的恐怖存在，其底蕴强大无比。但为何应龙神族会出现在这神藏之中？先天神灵们的目光投向下方，失去了生机的应龙神族的神灵似乎在寻找着心中的答案。突然，黑神仙灵王的双眸突然透出一股凛冽之气，仿佛深渊中的寒光，幽暗又深邃。听说应龙神族的神灵体内都有一枚蕴含着所有力量精华的神核，如果将神核吞噬，不仅自身的力量会提升，同时还会拥有一部分的应龙之力，那么本神就勉为其难地将其收下了。他低沉的呢喃声在空旷的殿堂中回荡，每一个字都似乎蕴含着不可抗拒的威严与决断。旋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玄奥的力量，它如同活物般游动、盘旋、凝聚，然后化作一股无形的风暴，瞬间将那已倒下的庞大生物彻底的吞噬殆尽。庞大生物体内的光芒在一瞬间爆发，仿佛最后一搏，但终究抵抗不住那黑神仙灵王的玄奥力量。下一秒，庞大生物的身躯如同被巨锤击碎的琉璃，四分五裂，就连其神魂也被无情的撕裂，消散在那10万米之下的谷底中，不留一丝痕迹。而在那片混乱与破坏之中，一枚红色的神核从破碎的躯体中浮现，它在空中缓缓旋转，散发出淡淡的红光，如同一颗沸腾的心脏，跳动着神秘而古老的力量。这枚神核仿佛包含了某种造化的能量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